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。要向往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装飞扬，逆过冰雪难量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阿弥，是你吗？阿弥，阿弥，真没想到还能见到你，这是梦吗？这不是梦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心里怪我吗？怪我没来得及回来救你。你不怪我，可是我心里头，我一直怪我自己。
此。你们可以进来了。大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英呢？大将军，您的病好了，您能认出我们吗？太子殿下一直想办法，想给您治病。阿爹，阿爹，您怎么样了？阿英，你瘦了，也憔悴了。这些时日，让你担心阿爹了。大小姐，刚刚太医才来看过了，说吐出了胸口的淤血。大将军神志清明，慢慢调养就无大碍了。知道了。我只觉得这心里有块大石头被挪走了，可是吓坏你了。这段时间可真是担心死了。阿爹没事了，真的。这些日子就像做梦一样浑浑噩噩，现在总算是明白过来了。但是阿爹，您的头发全都白了。傻话，阿爹老了，头发自然会白。阿爹都是要做阿翁的人了，头发怎么会不白呢？您舒服点没有？好多了。好了就好。事先怎么不告诉我？这法子，太医说会很冒险，只怕会适得其反。其实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。你说要有个万一，我该如何面对你？但是后来我想，崔大将军是个用兵极勇之人，若他知晓，定然肯冒这样的险。于是，我便让穆仙鹤变了一场戏法，果然，这一击便将他体内的淤血激了出来，人也就变清醒了。17郎，谢谢你。我辛苦这么久，你只说一句谢谢吗？那我要怎么谢谢你啊？现在还想不出来，可能再过几个时辰，我就想出来了。你说呢？这次一定要好好谢我。对了，我有个要紧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柳成风之死，我觉得很古怪。毕竟他跟接硕勾结之事并未终结。接硕的首领乌洛的堂弟乌延，前段时间扮成商人混进了西长京，我已经派人跟了一段时间，但这个乌延实在是狡猾，一不小心就跟丢了。我觉得此人定是图谋不轨，不安好心。接硕八成是想浑水摸鱼，这么明目张胆地混进来，或许京中有人接应。我让长安、万年2个县的捕快清查一下文牒，看能不能打草惊蛇，让他们露出马脚。之前你遣人来接头，
说你不想通过柳成风在中间递话，所以你是亲自来见我了。柳成风之前答应你们的事，都是我替他办的。但柳成风这个人，他怀有私心，若任他从中取利的话，会影响你们接硕的大事。所以我今天亲自来了，以显诚意。你身为中原的大官，如今竟然愿意亲自来见我，你是想让我们接硕替你办什么吗？只不过是一件小事，希望接硕能够帮我料理。倘若接硕能够帮了我这个忙，那么你们所想要的领地、盐、铁、米粮，我都会暗中给你们办好。什么事？杀了太子妃崔琳，她是崔乙的女儿，相信你们接硕一定会很乐意吧？你是当朝首辅，杀了太子妃，你不惧怕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无言大人不会失手吧？自然不会失手，不过就是杀一个女人。这回我带的手下里还有2个绝顶高手，虽然那崔氏是太子妃，但只要经过我精心安排，杀她不是件难事。好，那么从今日起，我与接硕便是盟友了。接硕所求，我一定会尽力；但我的所求，也希望接硕能够尽力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如此？世人眼中，首辅位极人臣，富贵已极，但前任首辅又如何呢？办完了治水征西2件大事之后，累出一身病来暂且不说，还闹得君臣不和，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家族子孙都发回原籍去种田。唉，当今天子是个糊涂的君王，昏懦无能且没有主见。我虽为相，且女儿在东宫做良帝，可是我们顾氏合族的荣宠前途，总不能寄托在这样糊涂的君主身上。除了杀太子妃这件小事，你还要我们做什么？自然是我于朝中与你们相商配合。如果朝中有事的时候，我会暗中通知你们，让你们在边境出兵滋扰。如果朝廷派出的将领是我的人，那么你们就诈败，让他立下战功。如果朝中派去的不是我的人，我自然会暗中想办法，让你们击败他。好，你这方法特别好。只要这仗打几年下来，那些军中立功升官的将领，就全都是你的心腹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，想要暗中掌握兵权，自然要想些别的办法。你这个人胆子不小，野心也不小，但是我喜欢你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帮助我们接硕，我们接硕自然也会全力帮助你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柳成风这个人暗中恋慕崔琳，你们杀太子妃的时候，一定要提防柳成风从中作梗啊。这些时忽然西长京中，加紧集合文牒之时，风声很紧，难以存身。为此，柳成风向我献计，要劫掳太子妃。他想劫了太子妃，与太子妃远走高飞。如此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不妨将计就计，将那崔琳揭露出来杀了。
自从返回中原啊，我这心里从未如此畅快过。如此，尽可以利用乌洛，只要带走阿莹，我便可和她远走高飞，往后就远离这一切纷扰。幸公子，达成所愿，顺心如意。阿树，你改作跟我姓柳吧。你原本是孤儿，无名无姓，所以当时唤你为阿树。其实我也是一样，没有父母，也是孤儿。你若是跟我改作姓柳的话，那我便也有了亲人。谢公子赐教。柳树，这名字真好听。来，快吃。好，多吃点。我想请岳父大人到青云观去住，那里十分清静，又有亲兵护卫。而且，玄泽也住在那里，这样岳父大人闲来无事，还可以教教玄泽。有个小孩承欢膝下，也会少思少虑，颐养心性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。我记得小时候，阿爹教我习武的时候，最是高兴了。好了，殿下可以去上朝了。我还有一件要紧事要交给你。什么要紧事啊？我们那后殿那个浴桶太小了，换个大一点的吧。好了，该去上朝了。不上了。那什么，那个结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派兵来骚扰瀛州啊？之前不是说好了，以桑河为界的吗？陛下，自打解散崔家军之后，或许接硕以为有机可乘，故又来犯我瀛州。那就派太子去，他不是喜欢打仗吗？但是这次一定要狠狠地打他们一顿，让他们记住教训。陛下，太子殿下身为储君，不宜带兵犯险，还是由微臣带领镇西军前往吧。行，那就你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臣以为裴大将军已有春秋，不如让裴元也一同前往，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故乡说的有理呀，这当父亲的年纪大了，可不得儿子照应一下吗？说不得，说不得，现在全身的骨头都疼。这余下的公事，就着太子看着办理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是。
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你都不知道，这裴大将军要出征，兵部顿时多了很多事情。还有，这不是因为大婚的事几日没有去朝中吗？我那父皇居然也趁机偷懒了几日。如今3省6部的文书都已经堆积成山了，我忙到这个时辰，也才处理9牛1毛。那你用了晚膳没有？我想吃涮肉，你跟桃子一起吃的那种。还有啊，人家桃子每次琢磨出新鲜好吃的，都会叫耳朵一起，你从来都不叫我一起吃。这有何难？我现在就去叫厨房准备。哎，都已经3更天了，这么晚了，别吃了，不如我们赶紧睡觉吧。不，还是要先吃涮肉。不，先睡觉。您就是传说中的崔大将军吗？我听过您好多故事，雪夜围街槊，大战沁水泉。那是谁讲给你听的？是韩将军，每天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讲故事。崔大将军，您的刀法天下闻名，韩将军教过我一些剑法，我能跟您学刀吗？自然可以啊，来，你看好了。好，来。对，再来。到了青云观，阿爹的精神果然好了很多。崔大将军可以将你教得很好，那么一样可以将玄泽教得很好。哦，原来你是打的这样的如意算盘。这怎么能是如意算盘呢？崔大将军有玄泽承欢膝下，玄泽又很仰慕崔大将军，可以跟他学习很多很多东西，这难道不叫两全其美吗？是，殿下说的都对。你不能老叫我殿下了，你都好久没有叫我十七郎了。明明昨晚刚叫过。那不算啊，那是你输了，我的彩头。哎，阿爷，我在想，咱们要不要先生2个娃，一个叫阿轸，一个叫阿道，剩下的慢慢再生。谁说我要跟你生娃了？之前你自己说的要生4个啊，不能少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？你出尔反尔，说话不算数哦，又会算盘的。你昨天自己定的规矩。我可没说。哎，我不管啊，就4个。不行，我没答应过。那就6个、8个、10个。这丰银楼的制肉啊，真是百试不厌。昨天你派去我府上那个厨子，给我做了道新菜，叫烤鹿舌，我吃起来啊，觉得太咸了。但今天一吃这制肉啊，就觉得不相上下。穆先生为了家父的病，十分费心。这杯酒，是我们敬您的。哎，客气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这瀛州有一种大黄鱼，出自极冷之海，而且每年到了春夏时刻速降而上。这黄鱼鱼刺十分美味，哎，可这么多年啊，我还从来没吃过。你既然姓崔，不如你替我弄些黄鱼子吃吃吧。必当尽力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帮我弄黄鱼鱼子吃，我再送2位一个戏法，如何？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！我一直问阿爹，他到底看到穆先生什么样的戏法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跟我说。世人都说穆先生变戏法犹如神仙，那今天总算能大开眼界了。你是不是喜欢萤火虫？先生怎么知道？
我就用这小小的把戏，祝贺2位新婚之喜吧。多谢穆先生。两位，今日吃的可好啊？特别满意。谢过客人。哎，今日南边来了很好的活鲈鱼，客人要带一条回家做鱼块吗？好，那就带一条。客人上次花费重金才买得一条鱼，今日又给了我们肉多赏钱。我们掌柜说呀，今日这条鱼是柜上送给客人的。客人上次说家中并无算盘，我们掌柜说呀，这把算盘也是送给客人您的。哦，谢谢了。帮我告诉你们家掌柜，他可真是太会做生意了，不愧是西长京第1酒楼，注定生意兴隆。谢谢客人。客人，您的鱼。谢谢。给你算盘你就真要啊？咱们家确实没有算盘嘛。再说了，人家特意送的，不收的话岂不是失礼啊？那你打算拿着算盘做什么呀？何必明知而故问呢？当然是以备不时之需啊。你怎么会有不时之需啊？我当然没有不时之需了，我是怕你有不时之需。你这么狠心吗？这可是算盘。有人说了，他的娇妻动辄就让他跪算盘，与其枉担了这个虚名，还不如名副其实。我说笑的。小姐，啊，小姐，桃子，小姐，有件事，我想我必须得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咱们崔家军现在已经陆续裁撤完毕，留在瀛州等待裁撤的不过数百人而已，皆说犯境。朝中竟令裴大将军带着镇西军的人前往瀛州，并严苛县令，让这数百名崔家军将士即刻卸甲至贝州修筑水渠。据说这贝州官吏十分严酷，对待咱们崔家军的将士如同犯人一般，不仅克扣饮食，动辄还棍棒相加。这些人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于是公推了一名谭副将，从贝州一路逃到了西长京，想要见一见大将军或是小姐。这件事情不要让父亲知道。是。这个谭副将现在身在何处？他是逃出来的，身上还有伤。到了西长京以后，一直在我们崔府附近徘徊。那日我回府里取东西，他认得我，跟了我好长一段路，见我身旁无人，才敢悄悄上前同我说话的。我认得他是从前左营的副将，只是跟从前比，实在是消瘦憔悴了不少。想必这一路定是吃了很多苦头的。他没有文牒，也不敢住店，说是这几日只能在城外的破庙里容身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殿下？不，这件事情事关撤裁的崔家军，不要告诉殿下，免得他为难。这样吧，你约一下这位谭副将，去丰盈楼，然后咱们2个人假装去吃酒，先见一见他，然后问清楚贝州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好。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天才吃上涮肉。殿下每天回来我都说可以吃，是你自己非说太晚了不能吃。确实太晚了嘛，哪有3更半夜吃涮肉的呀？哎，今天是个好日子啊，值得纪念。画册呢？快把画册拿出来，把咱们吃涮肉这一幕画下来。不画。那我自己找。那就是不在这边了。
那应该在那个方向。嗯，不准拿！哎呀，哦，我就知道，不给，不给，不给。怪不得你不肯让我看，你怎么能乱画呢？我分明就没有跪过算盘。你这么画，将来被我们的孩子看到了，那我岂不要被笑死？你现在没有跪，不代表你以后不会跪啊！我这叫未雨绸缪，啊不，未卜先知。你这叫颠倒黑白。不行，这也得撕了。不是，不能撕，我就撕，不能撕，就撕，我好不容易画的，就撕，给我，就撕。殿下，都已经卯时3刻了，难道殿下从前在军中，也是要睡到日上3竿的吗？让我再睡一会儿。快起来了，不要让朝臣们等着。来，起。我真觉得这一天好长啊，真的感觉度日如年。你呢？见不到我，是不是也度日如年？可是你晚上就回来了呀，所以白天也没有很难熬。可是我白天见不到你，我就很难熬啊。好了，你快点忙完那些公事，回来就能见到我了。那你打算今天做什么？我打算跟桃子去丰影楼吃酒。别去丰影楼了，上次送鱼就算了，还送蒜盘，真是罪大恶极。好了，赶紧起来更衣了。等你抓紧忙完那些公务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能见到我了。见过大小姐。谭副将，属下以为再也见不着大小姐了。大小姐，大将军可安好？父亲一切皆好。啊，属下受贝州400余名原崔家军将士嘱托，进京前来求见大将军。大小姐，我们没有活路了。我们467人的联名血书，请大小姐过目。贝州官吏从上到下从来不把我们当人，我们也是忍无可忍，才写下这血书，真是字字血泪呀。殿下，你今天怎么那么早？是要回东宫吗？你不知道太子妃和桃子一起去丰影楼吃酒了吗？啊！我现在要赶紧把事务处置妥当，带你一起去丰影楼。桃子真是，她都没跟我说。走，我们去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好。
会儿怎么跟弟妹交代？尊夫人确实带了女使来过了，他们今日会见了一位客人，不过没点什么酒菜，在雅间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就走了。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？是啊，也没坐多久，大概1炷香的功夫吧。我进去给他们添茶，就发现人已经走了，还在桌上留了赏钱。那是哪间房？带我去看看。好，我带您上去。十七郎，太子妃和桃子是不是已经回东宫了？我回去看看。不会，把这房子搜一下。是。长儿，你现在立刻回去，拿着我的印信通知禁军，立时关闭西长京所有的城门，任何人不准出城，就算奉旨也不行。叫羽林卫来。是。这就是崔琳，崔乙的女儿，李逆的太子妃。无言，事前我们可说好的，我利用谭副将引出崔琳，你们接硕就会帮我把崔琳带到此处，暂时安身。然后，崔琳归我带走。到时候李逆发现崔琳失踪，他一定会四处寻找。你们是否能够得偿所愿？趁机劫杀李逆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没错，我答应过你。你也答应过我，事成之后就给我真正的神药，让我服下之后，哪怕我以后再也不吃药，也不会筋骨寸断而死。不错，我也答应过你。那你现在把神药给我，我把崔琳带走。那他呢？任凭你们处置吧。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受的
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